很多人以为更年期只是会突然觉得很热这么简单，但事实远非如此。更年期荷尔蒙的大转变犹如一场体内风暴，不仅让你热到怀疑人生，还可能带来关节酸痛、失眠、烦躁，甚至提高心血管疾病风险。更惊人的是，若处理不当，严重情况下更年期可能间接威胁生命。面对这样的生理巨变，难道只能吃药硬撑吗？吃荷尔蒙补充剂真的一定会得癌症吗？今天我们请来对荷尔蒙研究相当深入的名医吴家宏，一起揭开更年期的秘密。他透露，更年期的种种症状其实有一个关键可以改善高达90%，到底是什么魔法？我们又该怎么做、怎么吃，才能安然度过这场人生的大考验？现在就让我们深入探讨更年期吃什么最好，以及名医私藏的5招妙计，如何搞定荷尔蒙，顺便狂降癌症风险。首先，我们要了解更年期到底在经历什么。简单来说，更年期就像你身体里的荷尔蒙守护神退休了。卵巢这位劳苦功高的员工，数十年来持续提供雌激素和黄体素，保护着女性的骨骼、心脏和情绪。然而，当年龄大约来到40-50岁时，卵巢逐渐步入退休日，女性荷尔蒙分泌开始忽高忽低，最终大幅下降。想象一下，原本运作顺畅的身体管弦乐团指挥突然离场，乐手们一时间找不到节奏，这就是更年期。没有了稳定的荷尔蒙节奏，身体各个系统暂时乱了套，体温调节突然失控，难怪一阵热潮红让人汗如雨下。情绪中枢没有荷尔蒙抚平波动，所以心情像云霄飞车，一下子暴躁易怒，一下子又莫名落泪，连睡眠开关也失灵了，半夜辗转难眠，盗汗浸湿枕头，睡不饱更让白天情绪雪上加霜。更年期妇女常常白天觉得疲惫焦虑，因为昨晚才跟潮热和失眠搏斗了一整夜。除了这些经典症状，更年期的麻烦远不止如此。随着雌激素保护力减弱，我们身体以前被荷尔蒙庇护的地方开始亮红灯，骨质流失速度加快，骨头变得脆弱，于是骨质疏松找上门来，新陈代谢变慢，脂肪开始往腹部堆积。很多女性会发现小腹渐渐突出，体重上升，怎么节食都难控制，脂肪增加，荷尔蒙改变也让血管弹性变差，胆固醇上升。因此更年期后女性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直线攀升。有研究指出，停经后妇女心脏病死亡率每过5年就翻1倍，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还有一项常被忽视的困扰，雌激素下降会导致阴道黏膜变薄干涩，很多女士因此出现性交疼痛，甚至频尿和泌尿道感染反复发作，生活品质大打折扣。难怪很多人把更年期形容为地狱之旅，因为从头到脚仿佛都被各种折磨包围。面对以上种种，更年期仿佛成了人生绕不过的鬼门关，许多人心中自然冒出疑问，难道只能靠吃药才能度过吗？也有人听闻某些例子，担心吃荷尔蒙会不会得癌症，尤其是乳癌的风险，让不少女性对荷尔蒙疗法敬而远之，宁可强忍症状也不敢求助医生。那不用药行不行呢？有没有办法自然的调适身体，让荷尔蒙自己乖乖回到平衡？吴家宏医师告诉我们，好消息是，大多数女性透过调整生活方式，不用药也能显著改善更年期的不适，而且同时降低罹癌风险。他提出5招妙计，教你不吃药也能搞定荷尔蒙的失控，让你优雅地走过更年期。更令人安心的是，正确实践这些方法后，就算日后需要医生协助，用药得当也不会增加癌症风险。换句话说，更年期并非洪水猛兽，而是我们可以主动掌控、逆转胜的健康转折点。现在就让我们一条一条拆解名医的更年期5宝，看看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做哪些改变。第一招，饮食调整，吃对食物让荷尔蒙不失控。俗话说病从口入，但其实健康也可以从口入。更年期饮食的核心秘诀在于控糖防胖，均衡营养。更年期后新陈代谢下降，如果还跟年轻时一样大鱼大肉，甜食不离口，就等于在已经紊乱的荷尔蒙上再火上加油。想象一下，你晚上睡不好，心情烦闷，早上醒来很容易想来一块蛋糕，一杯手摇奶茶犒赏自己。
然而，高糖分、高精致淀粉的饮食正是荷尔蒙的头号天敌。过多的糖就像在你体内点燃一串小炮仗，让血糖和胰岛素冲上云霄，又很快坠落谷底。如此云霄飞车般的血糖震荡，会干扰体内本就脆弱的平衡。不但热潮红可能更频繁，情绪也容易因此暴起暴落。更惨的是，糖分转化的脂肪会直奔腰腹堆积。你或许以为吃甜食能疗愈心情，但事实上，它们正在暗中搅乱荷尔蒙的魔王，让你的更年期地狱模式持续升级。所以，减少精制糖与淀粉是更年期饮食调养的第一步。那是不是代表要吃得清汤寡水，毫无口福？别担心，聪明吃反而能吃得更丰富。医师建议把目光转向原型食物，也就是那些没有经过高度加工的天然食材。比起精致白米、白面包，用糙米、全麦等全谷杂粮替代主食，不仅能提供更多纤维、维生素，还能让血糖释放稳定，不上下乱窜。多摄取新鲜蔬果，则可提供丰富的植化素和抗氧化物，帮助身体对抗因荷尔蒙变化引起的发炎反应。尤其深绿色蔬菜富含镁和维生素 K， 有助于骨骼健康。多彩的水果提供维生素 C 和黄酮类，对血管与免疫都有益处。当然，优质蛋白质也不能少。更年期后肌肉流失加剧，而蛋白质正是维持肌肉的原料。建议每餐都摄取一些高品质蛋白质，例如鱼肉、鸡胸肉、鸡蛋、豆腐或黄豆制品。蛋白质食物还有额外的好处，能增强饱足感，稳定血糖，避免你一时嘴馋吃进过多零食。另外，别忘了健康脂肪的角色，适量的坚果、酪梨、橄榄油等提供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心血管健康，也可能对荷尔蒙平衡有加分效果。谈到黄豆制品，许多人一定听说过，多吃豆类有助于更年期，这可不是都市传说。大豆中富含大豆异黄酮，这种植物性雌激素结构类似女性自体雌激素，能在体内发挥弱雌激素作用，多少填补卵巢退休后的空缺。研究发现，每日适量摄取大豆异黄酮，可以缓解更年期热潮红、盗汗等不适。有趣的是，日本妇女传统饮食富含味噌、豆腐等黄豆食物，她们的更年期症状发生率明显低于欧美妇女。有一项著名研究就指出，日本摄取较多大豆的女性，热潮红发生风险降低了将近一半。所以，饮食中不妨多加入豆浆、豆腐、毛豆、纳豆等食品，这些天然的植物荷尔蒙补给品或许能帮你渡过难关。不过提醒一下，植物性雌激素的效果比较温和，别指望喝一杯豆浆当下就退烧，它需要持续的日常累积。还有，适量原则很重要，正常饮食下吃豆制品非常安全，但如果过量摄取保健品形式的大豆提取物也未必更好。因此，遵循均衡多元的原则，每天1到2份黄豆食物即可，既享受美食又润泽荷尔蒙，一举两得。除了上述原则，控制分量也是关键两字。有人到了更年期发现体重直线上升，于是干脆节食挨饿，但这往往事与愿违。过度挨饿反而会让身体进入饥荒模式，代谢更加慵懒，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反弹更可观，而且饿肚子心情只会更差，压力荷尔蒙狂飙反伤身。所以与其节食，不如聪明的选择食物，控制分量。每餐餐盘上可以想象一个简单比例：1半蔬菜水果，1/4优质蛋白，1/4全谷杂粮，外加1小匙健康油脂。这样配比的餐盘色彩缤纷，营养丰富，也能避免摄取过多热量。3餐规律也是保持荷尔蒙稳定的好帮手。暴饮暴食或过度挨饿都可能让身体处于应激状态，不利更年期调养。如果在2餐之间饿了，可以准备健康的小点心，例如1把坚果、1杯无糖优酪乳，既补充钙质，又提供益生菌，帮助肠胃健康。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2大脑，肠道菌相平衡了，对于荷尔蒙代谢和情绪都有正面影响。总之，透过饮食，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更年期的营养盾牌，远离高糖陷阱，拥抱天然食物，用均衡多样的营养让身体重拾平衡的力量。第2招，规律运动。
练出肌肉，提升荷尔蒙的保护力。很多人害怕运动，其实更年期更需要动起来。吴医师强调，运动几乎是改善更年期症状的万灵丹，甚至可以说是他口中那个让90%症状获得改善的关键所在。为什么运动这么厉害？让我们从生理机制和实际感受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运动是调节荷尔蒙的天然开关。当你持续运动时，身体会释放幸福荷尔蒙、内啡肽，这种物质能让人感到愉悦放松，就像天然的镇定剂，可以疏解更年期常见的焦躁不安。另外，运动还能降低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水准，减轻压力对身体的负担。更厉害的是，适度运动可刺激生长激素和调节胰岛素的分泌，帮助维持肌肉和稳定血糖，间接平衡了性荷尔蒙的作用。简单说，运动可以帮身体重新找回节奏，弥补荷尔蒙失调造成的混乱。很多妇女开始规律运动后，会发现热潮红的频率下降，睡眠变好了，心情也比较不郁闷。这背后就是生理荷尔蒙在运动中逐渐回稳的成果。另一方面，运动带来的直接改变也非常关键。增加肌肉量是对抗更年期诸多问题的一帖良药。随着年龄增长和荷尔蒙下降，肌肉流失速度加快，基础代谢率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性到了更年期，觉得怎么喝水都会胖。而肌肉就像身体的烤箱，肌肉量多，你燃烧热量的效率就高，自然比较不容易囤积脂肪。更棒的是，肌肉能支撑关节，预防和减轻关节疼痛。很多更年期妇女抱怨膝盖酸痛、腰酸背痛，但当她们透过力量训练强化腿部和躯干肌群后，疼痛往往明显减轻，因为肌肉帮忙分担了关节的压力。除此之外，运动尤其是抗阻力训练、举重、弹力带练习等，还能给骨骼适度的刺激，促进骨质生成，减缓骨质疏松的进程。骨头其实很聪明，当它感觉到，咦，主人常常抬重物，我得更强壮才行，便会努力增加密度。所以，规律负重运动宛如给骨骼施打密度提升剂，在雌激素保护减少后，依然守护你的骨骼健康。也许有人会问，那我要做哪种运动呢？是不是一定要去健身房大举铁？其实不需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运动贵在持之以恒，所以找到自己喜欢且能持续的类型最重要。如果你平常没什么运动习惯，可以从快走开始，饭后走一走，有助血糖稳定，也提升心肺。或者参加社区的舞蹈课、太极拳，既交朋友又活动筋骨，一举两得。如果你本身就有运动习惯，更不要中断，甚至可以稍微增加阻力训练的比例，例如每周做2到3次肌力训练，针对大肌群做深蹲、伏地挺身、哑铃、划船等动作，慢慢增加强度。别担心练成金刚芭比，其实女性天生肌肉不会像男性那样夸张隆起，但适当的力量训练会让线条更紧实，体能更充沛。医师提醒，更年期运动要量力而为，重在规律，3天打鱼2天晒网可不行，也不建议一开始就操之过急，给自己设定每周总计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例如快走、骑车和2次肌力训练的小目标，然后坚持下去。当你养成运动习惯，就等于给了身体一套长期稳定荷尔蒙的程式。你会发现更年期其实没有想象中可怕，反而可能因为运动，身材变得比以前更好，精神更旺盛，迎来人生逆龄的惊喜。第3招，管理压力，让情绪不再雪上加霜。更年期已经够令人身体不适，如果心里再被压力击溃，症状只会恶性循环。很多女性在更年期除了身体变化，生活中也往往面临多重压力来源。职场上正值高峰期，要承担重大责任，家庭中可能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孩子也许正要上大学或进入社会。种种转变让这个年纪成为人生压力的三明治阶段，再加上荷尔蒙波动，本就让情绪调节能力下降。难怪不少更年期妇女常觉得心力交瘁、焦虑或忧郁从四面八方袭来。压力对更年期的影响可以说是火上浇油。当我们压力大时，身体会分泌大量皮质醇这种压力荷尔蒙。短期来说，皮质醇有助我们应对危机，但长期偏高会干扰其他荷尔蒙的平衡，
例如皮质醇过高可能抑制雌激素的受体作用，让更年期症状更明显。它也会影响血糖和食欲。许多人一紧张就想大吃大喝或失眠，结果造成体重上升，情绪更差，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学会舒压是更年期调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千万别觉得压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忽略它。它其实实实在在地在影响你的身体。那么更年期该如何对抗压力呢？吴医师建议可以尝试各种舒压技巧，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比如静坐冥想是一个好选择，每天花10分钟，闭上眼睛，专注呼吸，让脑中的杂念像云朵飘过。研究显示，正念冥想能降低压力荷尔蒙，增强心理韧性。又或者听音乐，培养嗜好也不错。音乐有疗愈人心的力量，你可以播放自己喜爱的轻音乐、古典乐，甚至大自然声音，让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同时，不妨找一个全心投入的兴趣，像是园艺、画画、下棋、烘焙，任何能让你暂时忘却烦恼的事情都值得尝试。透过专注在兴趣上，我们等于给大脑放了一个小长假，让它从日常压力中抽离出来。还有一个简单又有效的舒压方法，就是运动。没错，它和上一招相辅相成，快走、慢跑、游泳、瑜伽都能促进脑内啡分泌，减少焦虑感。如果能够走出户外，接近大自然，更可以舒缓压力，一举两得。想象一下清晨公园里的一圈慢跑，呼吸新鲜空气，听鸟儿鸣唱，烦闷的心情是否瞬间开阔了？此外，更年期女性要学会善待自己，调整心态。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过多压力，总想着我不可以老，不可以退。但其实更年期正是一个提醒，该把照顾别人的精力分一些来照顾自己了。试着接受身体的改变，把它看作正常生命历程的一部分，而非某种缺陷或疾病。当你用平和的心态看待更年期，压力其实已经减少一大半。必要时学会说不也很重要，无论是职场或家庭，量力而为，该拒绝时就拒绝，避免压力无限上纲。和家人沟通你的感受，让他们了解你正经历的挑战，也是一种减压方式。毕竟家人的体谅和支持能大大舒缓心理负担。总之，抗压这一招的目标是让你跳脱更年期的恶性情绪循环，把身心重新调教到平衡模式。当你心里的乌云一散开，更年期的烈日也就没那么灼人了。第4招，重视睡眠，给身体时间重启修复模式。睡眠好比人体的充电和维修时间，更年期偏偏让这段时间乱了套。很多女性从没失眠问题，到了更年期却夜夜难眠，不是躺床上脑中戏剧连台，就是半夜突然热醒，满身大汗，睡不好导致白天没精神，记忆力下降，情绪烦躁。更糟的是，长期失眠本身也会破坏荷尔蒙平衡，让饥饿荷尔蒙和压力荷尔蒙分泌失调，造成食欲变大，血糖变差，体重上升。换句话说，失眠不仅是更年期症状，还可能变成症状背后的推手，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改善睡眠，让夜晚成为真正恢复能量的时刻。想要睡得好，第一步是打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和习惯。你可以检查一下卧室是否够暗、够安静，温度是否舒适。更年期女性由于容易潮热，睡觉时环境宜稍、凉爽、通风，棉质凉被透气的寝具能让你半夜热醒的几率降低。睡前1-2个小时，试着关掉电子萤幕，蓝光会欺骗大脑，让它以为现在还是白天，不利于分泌褪黑激素，这是帮助入睡的荷尔蒙。可以替代滑手机的是一些放松身心的活动，例如泡个温水澡，喝杯温热的无咖啡因花草茶，像洋甘菊茶，或者翻阅一本不刺激的大部头书籍。不少人看了几页书，眼皮就打架了。建立规律的就寝和起床时间也很重要，每天固定时间上床和起床，培养身体的生理时钟。一旦规律建立，到了点，身体自然会催你睡觉，也比较不会睡到半夜醒来。然而，有些更年期女性即使做好上述种种，仍难逃失眠魔掌，特别是严重的潮热和盗汗，说来就来，频繁到几乎每晚干扰睡眠。遇到这种情况时，千万不要硬熬着不管，长期睡眠严重不足对健康的伤害太大，
这时建议寻求专业医师的评估。有经验的医师会先检查是否有其他影响睡眠的因素，例如甲状腺机能问题或睡眠呼吸中止症等。如果确认是更年期荷尔蒙失调造成的顽固失眠，医师可能会和你讨论荷尔蒙疗法或其他医疗介入。例如，有些女性透过低剂量的荷尔蒙补充，就能显著减轻夜间潮热，恢复安眠。也有人在医师指导下短期服用助眠药物，让身体记起怎么睡觉，再逐步停药。重点是不要把自己逼到极限才求救，睡眠是健康根基之一，及早改善睡眠，你才有充沛精力去应对更年期其他挑战。第5招，定期检视健康并保持弹性，必要时善用专业协助。这一招可以说是总领上述各点，也是成功度过更年期的智慧策略。首先，更年期妇女应该定期健康检查，特别是血压、血脂、血糖等代谢指标，以及骨密度检测、乳房摄影等。毕竟更年期是许多慢性病的分水岭，我们要掌握自己的数据，才能及早预防或处理。定期检查也能了解你的生活调整是否奏效，例如控制饮食和运动后，胆固醇和血糖有没有改善，骨质流失速度是否放缓。看到正面的变化能增强信心，若数据不理想，也可以和医师讨论进一步策略。简而言之，不要害怕面对健康检查报告，这些数字就像仪表板，提醒你哪里还需要努力调整。再者，更年期调养需要因人而异，保持弹性。每个女性的体质和症状都不同，有人可能饮食一调整，运动一下子就明显好转，有人却依然饱受潮热困扰。这时候不要气馁，也不要一味跟别人比较，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配方。如果试过生活调整效果有限，可以考虑寻求妇产科或更年期门诊的协助。现代医学对更年期的研究相当完善，荷尔蒙补充疗法 HRT 是公认最有效缓解更年期症状的方法之一。它不仅能大幅减轻热潮红、失眠、情绪低落等，还能预防骨质疏松。如果你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不需要硬撑到怀疑人生，正确使用荷尔蒙反而能让你的生活品质回到轨道。很多女性担心吃荷尔蒙会导致乳癌等癌症，吴医师特别要为此打破迷思。过去某些研究夸大了荷尔蒙疗法的风险，其实在医师指导下使用适当剂量，平衡雌激素与黄体素的荷尔蒙，特别是现在常用的生物等同性荷尔蒙，不仅不会提高乳癌风险，有些统计甚至发现接受标准荷尔蒙治疗的女性乳癌率没有比没治疗者高，而且因为荷尔蒙带来的全身保护效应，如心血管、骨骼、总死亡率还降低了3到5成。也就是说，正规的荷尔蒙治疗其实对健康有不少好处，比如降低心血管疾病、骨折甚至失智症的风险。因此，如果你因症状严重而影响生活，千万不要因为惧怕癌症传言就拒绝所有治疗机会。不过话说回来，荷尔蒙疗法再好，也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吴医师提醒，有几种族群需要特别小心或避免使用外源性荷尔蒙。第一类是曾经罹患过雌激素相关癌症的人，例如乳癌或子宫内膜癌患者，这些姐妹就不适合补充荷尔蒙，以免刺激残存的癌细胞增殖。第二类是有严重肝脏疾病的人，因为口服荷尔蒙需要经肝脏代谢，肝功能不佳者使用可能雪上加霜。第三类是有血栓、中风病史或处于高血栓风险的女性，雌激素可能让血液凝固性增加，对于深部静脉栓塞或中风病史的人来说是个隐忧。这类患者如果一定要用，更需权衡利弊并密切监测。第四类是未经评估的子宫不正常出血者，如果你月经早就停了，却突然出血，或是在该来的时候乱出血，一定要先检查清楚原因，不可以贸然使用荷尔蒙，以免掩盖某些病因，例如子宫内膜的问题。总的来说，大多数健康的更年期女性在专业医师评估后都能安全使用荷尔蒙，但以上几种高风险族群则需另寻替代方案或更加慎重。这也再次强调了上一点，求助专业的重要。更年期治疗不是自己乱买成药吃，最好由医师量身定做方案，才能安心又有效。有人可能会问，如果不能用荷尔蒙药物，
那吃天然食物、保健品可以取代吗？坊间充斥各种号称能调节更年期的自然疗法，例如一些人喜欢服用野葛根、月见草油、红景天等草本补充品，或推崇某些中药调理方。对此，吴医师表示，天然的植物性雌激素，例如前面提到的大豆异黄酮或红三叶草提取物等，确实有一定作用，可以在不能用荷尔蒙的人身上辅助减轻症状，但必须明白这些效果较温和。就拿黄豆异黄酮来说，吃黄豆食品补充属于饮食调整的一部分，本身是好的。市面上一些浓缩的异黄酮胶囊，如果正规厂商产品，在医师建议下适量服用也未尝不可。但是千万不要过量或迷信，天然就完全安全。事实上，植物性雌激素剂量太高，也可能产生副作用，或干扰甲状腺等其他内分泌。至于中医调理，很多中药材如当归、甘草、葛根含有植物雌激素或调节作用，确实有人服用后改善症状。但中药讲求辨证施治，每人体质不同，用药也不同，找合格中医师诊断调配才是负责任的做法。简而言之，天然疗法可以作为辅助，帮助那些不适合或不愿使用荷尔蒙疗法的人渡过难关。可是别期望只靠它就100%解决所有问题。最有效的还是回到我们前面提的生活方式调整，将天然食物、适度运动、心理调试等结合起来，再是需要搭配医师建议的安全补充品，这样比较全面保险。在更年期话题的最后，我们来谈一个有趣又重要的现象。有些女性月经还没完全停止，却提前出现更年期症状，甚至有的人40出头就觉得脸上频频泛红，情绪暴躁，以为提早老了。这可能是更年期提早报到的迹象。一般正常情况，女性绝经年龄多在45到55岁之间，如果40岁前就停经，我们称为早发性卵巢功能衰竭或早发性更年期。40岁出头到45岁之间停经，算是偏早的更年期。卵巢功能是决定更年期何时到来的关键。那卵巢为什么会提早罢工呢？原因很多，可能有遗传因素。如果你的母亲很早停经，那你提早的几率也比较高。也可能是自身免疫问题或某些医疗处置，像是化疗、卵巢手术伤害了卵巢。另外还有一个现代人容易忽视的凶手，生活习惯，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压力山大，再加上抽烟喝酒等习惯，可能会让卵巢严重透支而提早退休。例如研究发现，吸烟的女性平均停经年龄比非吸烟者提早1-2年，因为香烟中的毒素会加速卵巢的耗损。如果发现自己在未满40岁或40出头，月经变得非常不规则，而且伴随明显的更年期症状，如潮热、盗汗、情绪改变、性欲下降等，千万不要仅仅归咎于压力大或工作忙，很可能是卵巢在发出求救讯号。此时应该尽快就医检查，确认是否卵巢功能提早衰退。如果是的话，医师会评估是否需要进行荷尔蒙补充疗法，因为过早缺乏雌激素对心血管和骨骼影响重大，需要积极预防。此外，早发性更年期的女性也要特别注意心理调试，因为较同龄人提前面对这些转变，难免有挫败或失落感。记住，更年期提早并不代表你就比别人老或不健康，它只是一个身体需要额外关爱的信号。我们能做的就是调整生活方式，戒除不良习惯，以减缓其进程，同时寻求专业医疗协助，来降低长期健康风险。说了这么多，让我们来总结一下重点。更年期并不是健康衰退的据点，而是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透过以上5招，聪明饮食、规律运动、管理压力、充足睡眠和弹性运用，专业协助我们，完全可以把更年期过成一段蜕变成长的旅程，而非无奈受苦的岁月。吴家宏医师强调，只要及早开始调整生活形态，加上该求助时不逞强，大多数女性都能大幅改善症状，降低疾病风险，甚至比没更年期前过得更健康自在。想象未来的你顺利走过更年期的阵痛，迎来的是一个更了解自己身体、更懂得照顾自己的全新阶段，不再被每月的生理期左右情绪，告别经痛贫血的困扰。
自信地拥抱人生的下一章。更年期就像人生的必修课，只要用对方法，保持乐观，它将会是赋予你力量和智慧的课程。从今天开始，好好善待自己的身体，运用我们分享的这些方法，为更年期做好准备吧。当你平安度过这段转型期，回头看时会发现，原来自己比想象中更强大、更迷人。因为涅槃重生后的你，将展现出健康、自信、优雅的第二人生。